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Canva 这个今年非常火红的云端设计服务。首先呢，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把 Canva 应用在哪些地方的这些案例。另外呢，我们也要跟大家介绍，如果老师您符合 Canva 升级为教育版的资格，那么您真的不要客气，升级成教育版之后，您可以拥有更大的云端空间，有更多的范本、图库，还有更多的功能都可以使用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呢 ，Canva 其实比你想的还简单，你只要会拖译，就可以把它内建的这些素材加入到您的简报、影片或者是 DM 海报之中。那当然，如果是属于你自己的资料，你也可以透过复制贴上的方式，就可以轻松加进来。为什么 Canva 会受到大家这样的欢迎？主要就是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范本，还有图库，这些都会不断的更新，也会有更多人把它的设计分享出来。我们在 Canva 里面，它也有一些类似游戏的机制，所以呢，像我前一段时间设计的数量超过200个，它就会像这样给你一个徽章作为一个鼓励。好，所以它也有一点点类似像游戏的一个乐趣，可以让你有一些成就感。这个呢是我使用 Canva 所制作的活动影片，它本身呢是一个创客的活动，总共有3天。那我把我录的影片浓缩在这样的1分钟里面。您现在在影片面所看到的这些效果，除了影片快转的部分，目前 Canva 没有提供以外，其他的所有内容通通都是在 Canva 里面完成的。所以你可以在 Canva 里面很轻松的加入这些插画啦、小的动画，都非常的方便。最后的 ending 的地方呢，还可以像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再往下看哦。这个案例呢，是我一篇部落格的文章，是一篇开箱文，但是因为文章的内容还蛮长的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它改成用 Canva 简报的方式来呈现。那这个实物投影机，其实我相信有很多老师有用过或者有看过，它在教育界里面也算是第一品牌。因为文章本身其实蛮长的，所以呢，改用这样的方式，让大家呢在阅读的时候可以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是第2个应用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这个也是我拿来介绍一个制作 3D 地图动画的 App 应用程式。那我就把它当作是我文章的一个片头。这个则是一个纯线上的课程，也是创客基地的课程，总共有3天。那因为呢都是纯线上，所以我把这个雷切机的操作呢就录制下来，用 Canva 来做它的片头跟片尾的部分。所以呢，这一段影片虽然没有声音，但是会搭配我的现场在线上的讲解。好，所以其实我们像这样子的话呢，同学在线上看的时候，我相信绝不会比就在现场看来得不清楚，反而相对会更加的能够了解整个制作的流程。那右下角这边呢，因为我们在这个实作的过程里面，我也做了一个虚拟的，这也是用 Canva 去做的，可以跟同学一起来玩。所以 Canva 我也可以像这样去制作。那另外呢，我在这里也有准备了一个倒数计时，用 Canva 做的。好，因为我们如果说一些线上课程，我们去随便找网络上的这种倒数计时影片播放，结束之后传上去，常常就会收到版权通知。因此呢，我也干脆就用 Canva 来做一个，这样子也非常的方便。所以您可以看到，事实上 Canva 除了简单的做简报之外，您还可以做非常多的应用。
现在呢，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升级成教育版。首先，您先用一般的账号或者是 EDU 账号都可以注册，也可以升级为教育版。它并没有特别限定一定要是 EDU 账号才能够升级成教育版。教育版的部分呢，教师和学生都可以100%的使用。您可以制作这些个人化的教案啊、视觉图表、海报、影片，通通都可以。而且呢，升级为教育版之后，每个人都有1TB 的云端空间，包括学生，每个都是独立的1TB 的空间，所以真的非常的方便。那对于老师呢，要同学缴交作业也好，或是做专题的一个内容制作，都非常的方便。目前 Canva 呢有几个方案，首先就是免费方案，它每个人有5G 的云端空间。那么如果您升级为 Pro 版或是所谓的教育版，其实大家就会有1TB 的空间可以使用。哪些人可以符合升级教育版的资格呢？首先，其实 Canva 的话主要是针对 K12。早期的话，它只有针对国中小的部分。那后来呢，它把这个资格再延伸到高职的部分。那现在呢，其实除了这些教育人员以外，其实包括了在国小、高中、国中的图书馆员，还有助教、课务专员，其实都可以。那如果老师您是在中小学有授课的技职院校教师，也是符合这个条件的，或者是你有通过 Google 认证教育家，或是他的认证训练讲师，还是微软的创新教育家，这些呢，他们也都会提供证书，您也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证书来申请我们的 Canva 教育版。如果老师您是使用 EDU 信箱来做申请，它的审核速度现在都非常的快，官方提到是在48小时内都会回复。那如果你是用一般的信箱来做申请的时候，他还会请您先上传教师证或者是您聘书证书的电子档案作为验证。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教育版它的极限能力在哪里。这边呢，我有写了一篇文章，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教育版可以做到哪些，那有哪些限制。首先呢，其实我们在官方网站上提到教育版的限制的这个并不是很明确，但是我们主要针对 Pro 版的部分呢，每一个团队最多可以有3000名的成员，那每一个人最多可以建立或加入100个团队，也就是100个教室。那么我目前测试教育版最多就是建立20个教室。这个学生人数的部分，我想也不会像 Pro 版那么多，应该还会再少一点。所以呢，如果老师您想要邀请学生加入您的班级，那这个时候可能建议您最好还是跟学生建立一个落日条款，就是说老师真的没办法保证这个账号可以永久的免费让您使用。好，那您可能就是要在达到上限之后，就有需要把一些已经上完课的同学的这些账号，把它做一个删除的动作，这样老师才可以有办法继续再加入新的学生。在这边呢，也有很多老师会问到说，那么老师可以看到同学们上传的素材档案或 Canva 的专案档吗？答案当然不可以。因为呢，每个同学他所自己上传的档案，不管是图片、影片还是制作的专案档，只有在他缴交给老师之后，老师才有权限可以看到他的内容。其余的没有作为作业缴交的部分，通通都是属于个人的，完全不会被看到。那未来呢，如果老师您把 Canva 专案档或是教室的学生账号还是把教室删除之后，您原则上都有30天可以复原的机会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是给老师先做个参考。
知道说 Canva 它教育版可能会有哪些的限制，要请您稍微留意一下。如果你已经成功升级成教育版之后，您就可以在登录的第一时间先建立一个新的教室。那未来呢，如果您还想建立第二个、第三个教室的话，您就可以像我们这个步骤一样，从您右上角的这个账号名称按下去，选按账号设定，就可以找到付款及团队的这个选项，在下面这边可以建立新的教室。